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总入澳洲，我是明诗。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们来教朋友们怎么一步一步的去完成澳洲2021年的人口普查的问卷。那因为有些朋友英文不是特别好啊，觉得里面的内容呢很难理解，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就教大家一步一步来做。首先呢，我们去登录到 Google 的网站 google.com。进去以后呢，在 Google 的搜索栏里面用英文字搜索 Census C-E-N-S-U-S， 这个呢就是人口普查，那么是2021年的人口普查。好，回车，我们看到第一个在线完成你的人口普查问卷，点击这个进去。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是来到了澳大利亚统计局的官方的页面了。看到这里面，我们点击 Start the Census， 开始我们的人口普查问卷。那这里面呢，跟朋友们说一下，每一份的人口普查的问卷呢，都是对应着一个普查号码的，相当于是一个检索的号码。所以在填写你的问卷之前呢，你是要输入这个普查号码的，它是一个16位的数字。如果你已经有了这个普查号码呢，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 Start Your Census， 你可以直接开始填写了。那大部分呢是跟我们的情况一样啊，是没有这个号码的，所以呢我们就先去拿这个号码，点击 Get a Census Number。 好，进去以后呢，它要你输入手机的号码，在这里输入，它给了你一个格式的例子，你可以照这个格式去输入，也可以照这个格式去输入。那一般澳洲的号码都是04开头的。输入好以后，点击下一步。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收到一个6位数的 PIN 号码了。那我们现在把这个 PIN 号码输入进去。好，如果有的朋友这个 PIN 号码无效的，你可以再点击说再需要一个新的 PIN 号码。那如果输入成功以后呢，我们就点击下一步。到这里面它需要你填写你居住的地址，那这个居住的地址呢，是你在2021年8月10号那一天晚上居住的地址。一般都是先写门牌号码，再写你的街的号码，然后是你的街名。街名以后呢，再去写你是在哪一个州，写完哪一个州以后，再去写邮编。假设我们是这个地址啊，那如果说在这里面找不到你的地址的话，你直接就填这个，打这个勾，是说手动的输入你的地址。那我们进行到下一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收到了普查号码了，这个是一个16位的数字。这个时候你的手机也会收到这16位的号码，我们点击下一步。那进行到这里呢，它就需要你设置新的密码了。这个密码呢是需要最少是9个字母。那这9个字母当中呢，需要有小写的字母，也需要有大写的字母，同时呢还需要有数字。那这个根据我们的习惯设一个临时的密码，这是再次确认密码，要跟上面密码输入是一样的。 OK， 没问题，那我们就进行到 Start Census， 开始我们的调查问卷。好，它现在就告诉你，你现在可以开始填写你的调查问卷了，你的密码设置成功了。那我们就开始。首先我们看到左边啊，它是有几个步骤的。第一个呢是需要填写你的住址的信息，第二个呢就是要填写你这个住址里面人的信息，再来呢是要填写你的居住情况的信息，最后一步是递交。那我们就先来看关于住址方面的信息。跟刚才一样，首先填写我们的门牌号，我们进行到下一步。这一步呢是Confirm 确认你的住址，如果你觉得这个住址你填写的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就点击 Yes， 是的，没有问题。好的，那接下来呢，他就会问我们一些有关于住在这个住址的一些情况了，并且是在普查夜8月10号当晚的情况。那我们就点击下一步。那到这里呢，他就会问啊，在8月10号那一天晚上，你的家里都会有哪些人在呢？那大家就看到这里啊，我们旁边都有翻译好的中文字，大家可以对应情况去看一下。
那假设那天晚上只有本人一个人在，我们就填写这个。假设你还有配偶，那你就可以把你的配偶或者是你的伴侣勾选上，它是可以多选的。假设你还有宝宝，那么你也可以多选。好，那我们假设有一个人在。那刚才上一个问题呢，你已经写了哪几类人会在你的这个住所当中，他现在就要你填写一共有几个人那天会在你的住址。那我们刚才填写的是本人，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好，进行到下一步。那接下来呢，他也会问啊，在8月10号那天晚上，有谁是平常就住在这个地址，只是在那天晚上不在的？那你就选择一下平常住在这儿的人，但是那天不在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是没有人离开的话，那你就选没有人离开就可以了。那我们再来看，他会问你，那这些经常住在这儿的人，8月10号晚上他们不在这个住址，有几个人是离开的呢？这边要填写一个数字，有几个人离开就写几个数字。我们点击下一步。那这边呢，他是要开始问啊，你的住址里面的这些人，他们的信息是什么了，也包括你自己，你需要把这些人都列出来，有几个人呢，你就要列几个人。那首先我们把自己列一下。好，第一个人，这里边呢是填写他的姓名，这个是名字，这个是姓。我们假设随便起一个名字，我们把这个人加进去。那这是已经成功添加的一个人。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人呢，你再点击这里，再添加另一个人。如果没有的话，就不用添加了。我们点击下一步。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针对这个人去填写他的信息了。去点击下一步。首先他是要确认你的性别是男士还是女士呢？那我们这个是女士，我们就点击 female， 然后进行到下一步。那这个页面呢是要确认这个人的出生日期，在这里边可以输入年月日。填好以后呢，这儿会自动算出他的年龄。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我不是确认知道这个人的生日，那么我可以在这儿填写我不知道他的生日，但是你可以大概知道他的年龄，你也可以把他的年龄直接写进去。好，那我们进行到下一步。这个呢就是填写他目前的婚姻状况了。那我们填写21岁，那还是很年轻啊，我们就填写他没有结过婚。下一步。那这个是在问他是原住民吗？或者他是托雷斯海峡的岛民吗？那对于咱们华人朋友来说，一般都是选择 no， 不是。好，下一步。他会问，那这个人他一般是住在哪里的呢？我们看到这里边有我们刚才填的地址，如果他一般是住在8月10号晚上这个住址的话，那就选这个。那如果不是的话，就点第二个。如果我们一旦点了第二个呢，你就要具体的输入他平常都是住在哪个地址的，格式跟刚才咱们一样啊。如果他平常大部分时间是住在海外的，那么你就选择住在其他的国家。那这里面他就会问啊，在1年之前，也就是2020年的8月10号，他是住在哪里的呢？那在5年前，也就是2016年的8月10号，他是住在哪里的呢？这个都可以根据情况来选择一下。点击下一步。现在这一步呢，是要去了解一下这个人的文化背景了。首先他就问了，这个丹是不是澳洲的公民呢？如果是的话，你就选择是，不是的话，你就选择 no。接下来他就问，丹是在哪一个国家出生的呢？如果你找不到你出生的地方，你可以点最后一个来手动输入你是出生在哪里的。如果你是出生在中国的，你就写上 China。 好，那这个问题呢是问你第一次抵达澳洲并且在澳洲居住超过1年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假设我们填一个2005年，也就是说我2005年第一次抵达澳洲并且在澳洲居住超过1年，那我就输入这个2005。假设你在澳洲居住是少于1年的，就选择这个。那接下来呢，他就想了解一下这个人他的父亲是在哪里出生的。因为刚才我们填写了是在中国出生的，所以这里面呢也出现了一个 China， 我们可以直接去选。
那这个人他的妈妈是在哪里出生的呢？我们也可以去选一下。当然如果是其他国家，你可以选择其他的国家。好，我们点击下一步。这个问题是在家里他会说哪种语言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那对于华人朋友大部分来讲是说普通话的，或者是说广东话的。如果这里边没有你要选的，那你就选这个，然后你自己去输入是什么样的语言。好，那他的英文水平是什么样的呢？填一个好的水平吧。下一步。那这个问题呢，它就是问他的血统是什么了。那对于混血儿来讲呢，可能就要选择2项了。不过它这里边呢是最多选择2项。对于大部分华人朋友来讲呢，血统一般还都是 Chinese， 所以选择 Chinese 就可以。接下来呢，就是关于个人的信仰的问题了。如果你没有宗教的信仰呢，就可以填没有。那这里边如果不包含你的宗教信仰，你也可以在这里边填 other， 你自己去手动填写你个人的信仰是什么。好，我们点击下一步。下一步呢，就是开始了解你的个人的健康以及你的教育的背景是什么了。第一个问题是问需不需要有人去帮助照顾他。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问他在这个身体的行动活动方面需不需要有人去帮助他。接下来的问题是问他在交流方面需不需要有人去帮助他。那这个问题呢，是问他需要这些帮助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语言方面的困难等等。好，我们点击下一步。那对于他的健康的问题，是不是由他的医生或者是护士去告知他，他是有这些长期的一些健康问题呢？那这些长期的健康问题我们都列在下面了。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多选。如果没有这些长期的健康问题呢，可以直接选到最后。那再来呢，就是走到教育背景这一块啦。他是问现在他是不是正在上学，或者是正在去读某一些的教育机构呢？没有的话就填 no， 然后这里是全职的学生以及兼职的学生。那他正在就读的教育机构的类别是什么呢？好，我们走到下一步。下一步是问你，如果读的是小学或者是高中的话，那么你已经完成的最高的一个学年是哪一年？这里就是问你是否已经完成了某一类的学业证书。那在你完成的学业当中，你最高的学历是什么呢？这里面他也给了一些参考，我们可以点进去看看。那他把这些学位的描述呢都放在这里了，我们把翻译呢也放在旁边，朋友们可以看一下。那如果说你觉得你是哪个呢，你就可以把它复制过去。接下来他就会问了，针对最高的学历，学习的领域是什么呢？那可能对于学习领域这一块，有一些朋友不知道怎么把中文翻译成英文，那我们也可以去到 Google 进行翻译。好，然后我们输入翻译。那我们是中翻英，所以这边呢 Chinese 是对的，只要我们把这边改成英文，好，输入一个 E 就找到英文了。
那接下来假设我们学习的领域是护理，那这里边就看到了是 nursing， 那我们把这个呢去复制过去，那点击这里复制，然后我们把这个单词呢就复制过来。好，那他又问了说这个学历是不是在1998年之前完成的呢？假设我们是98年之后完成的。这个问题是问他生了几个宝宝呢？好，我们假设他没有生宝宝。接下来他就是要了解一下这个人的收入了。那这里边呢，他也是给了一些解释我们直接看到后面。那这里面看到呢，是他每一周的收入大概是多少，括号里写的是大约每一年的收入是多少。那朋友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填写了。如果你没有收入的话呢，就写0，或者是说你是负收入的话，也可以填写一下。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关于工作方面的信息，在上一周他是不是有工作呢？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去填写一下。那在上一周他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形式呢？他是雇员给别人工作，还是说他是有自己的生意呢？如果说他自己有自己的生意的话，那么是什么样的一种公司的形式呢？那他如果有自己的生意，他是雇佣了多少人呢？点击下一步。那这个问题呢，是想了解一下你在上一周工作当中承担的这个职位是什么，这里边要给职位的全称。这里边呢也给了一些例子比如说你是注册的老年护理的护士，或者是你是家庭的清洁工，或者是你是零售店的销售助理等等。那么这里面要填上你的全称。好，我们进行到下一步。接下来他就想了解一下你工作当中具体的任务是什么了。那这里面的细节要给的比较全了，你要来形容一下你的职责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再来到这个页面，他是问在上一周你公司的名字叫什么，填在这里。然后呢，他又问这个公司的地址是什么，填好以后呢，我们就点击下一步。那这里面呢是问在2021年的8月10号这一天，他是怎么样去上班的，比如说坐火车或者是坐公交车上班，这里面可以填写一下。那这里面呢，他就是问你工作的行业是什么，点击下一步。这里面呢，它是问你工作的这个公司，他们主要提供的产品或者是服务是什么。那这个信息呢，也是要尽量的填写完整。再来呢，他又问在上一周所有的工作加起来总共工作多少个小时。这里边呢就填写数字，比如说上一周总共工作了20个小时。这个问题是问说在之前的4周他有没有积极的去寻找过工作。那他又继续问说，如果上一周找到了工作，那是不是已经开始工作了呢？好，我们来下一步。这个问题呢是问他有没有服务于澳洲的国防军。那一般对于华人朋友来讲呢，都是填写 no。下一步，那在过去的12个月里，他有没有在一些机构里或者一些组织里去从事一些没有工资的义工的工作呢？那下一个问题是问在上一周有没有做一些没有薪水的这样的家务，那你花了多少时间在这些家务上呢？在这边可以填写一下。
那这个问题呢，是问在前2周的时候，你有没有花一些时间去为一些老年人，他们有一些健康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残疾的问题，去为他们提供这些帮助。那这些帮助呢，是义务的。那这个问题呢，是问在前2周的时候，有没有花一些时间去照看一个孩子，并且呢，这个照看呢，是没有薪水支付的。好，下一步。那我们进行到这一步呢，基本上也是快到最后了。那这个问题是问资料当中填写的这些信息是不是同意去被澳大利亚的国家档案馆去保存，并且呢，在99年以后可以去公布出来。如果你同意呢，就点可以；不同意的话呢，就点 no。好，我们来到下一步。那这个问题呢，是问在你登记的这个住址下呢，有几辆机动车，这里边可以填写数字。那在你居住的这个地方有几个卧室呢？这里边填写数字。下一步是问呢，你住的这个地方，它是不是你自己买的，或者是说买了，但是还有一些贷款，或者是说你是租住在这里的。好，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那如果说你是租的这个房子，你是从哪里租的呢？如果这个房子它是买的，那么这个房子每周或者是每2周或者是每个月要付多少钱呢？或者是说现在已经不用付钱了？根据实际情况，朋友们可以填写一下。假设如果你是租客在这边，或者是说你不是很了解这个情况，你也可以填写一个大概的一个数字就可以。那而且这个数字呢，它是不包括这个水费呀、市政费，还有一些维修费的。我们看到这个 submit 了，基本上就是说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递交了。那现在呢，因为我们这个住址原先就是写的一个人，所以呢，这边是他一个人的信息已经进行到最后一步了。那这显示的一个绿色的 done， 也就是说这个人他所有的信息已经填写完了。那假设说如果你这个住址是有2个人在8月10号那天在那的，那么你就还要填写第2个人的资料。那么最后在递交之前，别忘了在这里边要点一下点勾。那这个意思就是代表说你承认你提供的这些信息呢是完整的，并且是准确的。那如果以上都没问题，并且这里边已经勾选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填写递交了。这就是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人口普查调查问卷当中的问题了。那希望这期内容呢能够帮助到朋友们，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请给我们点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在下期视频当中再见。